甄嬛传》中有4幕场景形成了2个轮回，它们看似毫不相干，实际上却有着惊人的相似。这期咱们就来唠唠这2个轮回到底有多像。第1个轮回，一段情结束，一段情开始。皇上忌惮隆科多的势力，暗示太后替他动手，一个是当朝太后，一个是朝中大臣。皇上为什么要暗示太后替他解决隆科多呢？因为太后和隆科多是青梅竹马，旧相识。太后与隆科多这段情成了皇上的童年阴影，于是攻城之后，哪怕隆科多安分守己，皇上也一定会想尽办法除了他。而动这个手的最好是太后。杀隆科多不只是为儿子，更是为了保皇额娘的生命。太后清楚皇上容不下隆科多了，于是太后替皇上动手夜探隆科多。青梅竹马在这种情形下相见，太后与隆科多似乎有着许多话要说。可为了安皇上的心，太后拿出自己亲手做的下酒菜，并赐予隆科多毒酒，了结了毕生的牵挂。哀家首先是太后，皇帝的声誉，乌雅氏的荣耀，然后才是先帝的德位，你的青梅竹马。太后与隆科多的情刚结束，下一幕甄嬛与果郡王的情正式开始。自甄嬛离宫在甘露寺修行这段时间中，果郡王曾暗暗照料，又是替甄嬛送胧月的画像，又是给甄嬛送燕窝，一系列的操作无不向甄嬛暗示心意。可甄嬛已经被伤过一次，不敢贸然。直到果郡王在雨夜中吹奏长相思，槿汐劝甄嬛如今火烧眉毛，且顾眼下，甄嬛才勇敢迈出与果郡王雨夜定情。婉儿，在我心里，你就是我的天地人间。没有你，这一切繁华锦绣，于我不过是万念俱空。这样有你，从前我无论失去了什么，我都觉得值了。后来果郡王为了甄嬛带兵出关，皇上疑心甄嬛和果郡王有染的同时，又害怕果郡王会威胁到自己的位置，于是皇上要求甄嬛给果郡王一个了结。即使此刻的甄嬛千百般不情愿，但甄嬛没有办法，只能前往铜雀台了结了这段像夕颜一样不能见光的情。琴瑟在御，岁月静好。你瞧，我都喝完了。太后与隆科多，甄嬛与果郡王，这2段情表面上看并没有任何的牵连，但这2段情的命运却非常相似。乌雅成璧和将来的钮钴禄甄嬛都是太后，他们都受到了同一个人的胁迫，赐毒酒断送了毕生所爱的人。第2个轮回，太后临终前与皇上临终前，太后临终前底下哭哭啼啼跪着一众嫔妃，皇后示意众人离场，留下皇上和太后独处。独处期间，太后心心念念要见老十四，皇上听到老十四这3个字儿，立马不开心了，所以皇上不同意太后见老十四。太后心知自己大限将至，于是太后劝皇上放过自己的手足。皇上不仅不听，还拿太后和隆科多说事儿。儿子如何谋夺皇位，皇额娘桩桩件件都参与了。皇额娘和隆科多的事，儿子隐忍不发，有真情爱护纯元，善待一休，儿子已是孝顺之极。皇上不顾念母子情分，与太后恶语相向，太后生气挂了。瞧着太后挂了，皇上心里五味杂陈，自言自语：这样的歌儿你能给我唱一遍吗？皇额娘，快睡吧，好长大，长大把弓拉下，这样哄孩子的歌，你从来未对我唱过。你能为我唱一遍吗？
皇上临终前，甄嬛与拽妃进行屠龙交接，整个寝宫中独留甄嬛与皇上。独处期间，皇上想听甄嬛叫他一声四郎，甄嬛听到四郎这2个字儿，心里直犯恶心，所以甄嬛没有答应，转移了话题。皇上清楚自己大限将至，于是皇上问甄嬛鸿雁是不是自己的儿子。甄嬛不仅给出了完美的答案，还拿皇上继承了他爹草原来说事儿。梅姐姐若知道她和温实初的孩子得皇上多年疼惜，九泉之下应该也会高兴吧。你这个毒妇，朕要杀了你！甄嬛不念往昔情分，与皇上恶语相向，皇上生气挂了。瞧着皇上挂了，甄嬛心里百感交集，自言自语：那年杏花微雨。四郎，那年杏花微雨，你说你是果郡王，也许从一开始便都是错的。一个是太后临终前的情形，一个是皇上临终前的情形，这2个场景有着太多相似的地方。不管是2段情还是2场临终情形，他们所展现出来的正应了那句宫斗从来没有赢家，有的只是无穷无尽的轮回罢了。